原来羽绒服还能这样改，瞬间合身多了，穿起来也更有气质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如果你也有羽绒服不合身的情况，那么赶紧跟着视频看看具体的操作方法吧。说到羽绒服，它可是冬季必备单品，少到3500，多则3-5000，比比皆是。而由于我们自身体型的变化，第二年羽绒服穿着不再合体了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总不能好好的羽绒服直接扔掉吧？特别是网购，最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了。满心欢喜的买回家之后呢，却面对过长的衣袖发了愁。有时竟想不通，当时为什么要买这个玩意儿？穿出去吧，有些影响美观，而且活动还不方便，特别是小孩子的，今年看着好像长了一点点，买小的吧，来年又穿不了了，改吧，去哪里改？普通裁缝店根本就没有相关的技术和经验，一不小心就改废了。而且改一件羽绒服好不麻烦，很多师傅会改也会收很多的费用。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羽绒服袖子太长了，我们要怎么处理呢？首先我们来穿针，穿针方法有仔细的跟大家讲解过，需要了解的朋友可以进主页搜索看看哦。好啦，针线穿好，我们来弄袖子。今天先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做法，也是最不伤羽绒服的做法。我们先把袖子往内收一收，长出来多少我们就往回收多少。接下来我们就用针缝一下。首先我们先从第一针开始，从里面向外穿出。第二针我们就是从第一针的出现的位置这里再穿回去。然后我们向前挑大概1厘米左右，把针挑一半的时候呢停下，我们再扯过剩下的线，然后用这些线绕过一下这个针头，然后呢我们再把针拔出来，这样完整的一针就好了。接下来第3针依然是从第2针的出口处再穿回去，往前走1厘米，针出到一半停下，绕线，再把针拉出来，再进行下一针，依然是从第3针的位置穿回去，往前出针，就这样如此的反复，这样一个线呢就会收紧，形成一个环，重复操作就是一环扣一环的。为了不伤害到羽绒服的布料，我们缝合时尽量从原来的线路走，根据原来的洞眼插针，这样缝合后不仅不留痕迹，而且不伤布料。可能拉出时会有些羽绒，这是正常现象，我们后期呢处理干净就好了。这里我们先弄袖子的半圈，只有半圈结束后开始收线。我们就要先推出一个针，就把针从这个圈拉出。推出了之后呢，这会儿我们整理整理，先收线，拉紧这根线，慢慢收紧，注意力度不要用蛮力。如果方法正确的话，大家就可以看到线全部都一个一个的收进去了。匀速用力拉紧，然后整理一下，外面已经看不到一点线头了。然后我们再进行另外半圈的操作，方法是一样的。第一针从出针的这个位置穿回去，同样方法继续缝合，先完整的处理半圈袖子，再处理剩下的半圈。这样做的好处，一来可以防止断线，二来线没预估好就比较短了，不好操作的话，我们先收一遍再来弄就会轻松多了。大家缝纫时尽量使用配色的线进行缝合，这样呢就看不到线迹了。再按照这样的方法，袖口缝了一圈的环之后呢，最后一针我们就把头和尾的部位给连接起来，还是要使用相同的方法。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就要先退出一个的针，退出了之后呢，我们再把线再迅速一扯，像这样收紧了之后，长袖我们也可以穿得非常的贴身了。打结我们把线往里边穿出来，在这里打结呢会比较隐私一些，外边呢就不留痕迹。把针打在线口处，然后用线往上绕2圈，再把针拉出来，这样结呢就打好了。
跟着把多余的剪掉就好了。这样呢，我们的袖子就处理好啦，是不是完美无痕呢？处理这种情况，有一部分朋友会选择把衣服拿到外面的裁缝店去剪一下这个袖子，这样就有可能影响到衣服的整体美观，并且是羽绒服有很多的不稳定性，而且呢，这在无形之中又加大了衣服的费用。本来我们买一件衣服就这点钱，再拿到裁缝店去改一改，不仅款式改变了，而且价格还增加了不少，这样就感觉自己花了一笔冤枉钱。那学会了这个方法，外边看不到，里边缝的可结实了，自己在家就能轻松解决，并不用拿到外面去做，而且呢不花一分钱，不留任何痕迹，穿起来也是很舒适的。改衣早也不是简单的修修改改，是情怀的延续，创意的升华，是匠心的体现，是对生活品质的追求，是衣服重获生命的设计体验，是帮衣服实现最完美的梦。好了，今天的方法就分享完了，学会呢记得把它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。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好方法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哦。您的留言和分享可以帮助到更多有需求的人哦。别忘了关注我哟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次再见啦。